开始，我们要请到豪哥来帮我们介绍这支重磅的哦。大家这支好像等很久嘞。对，等很久，因为去年就出了嘛。对啊。就玫瑰香槟的香精版，10周年纪念版啊。10周年纪念版。对，10周年纪念版。因为玫瑰香槟一直是它大概是最受欢迎的产品啦，就是最受欢迎的产品。那它为了纪念品牌10周年，诞生10周年，对，所以特别出了一个，目前为止好像第一支，这是它第一支香精，对，好像去年就出了，然后所以造成它那个销售一空吗？对，销售一空，销路非常好。而且它也有跟上潮流，就是慢慢的香精化香精化。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其实它的品牌的那个操作大概就是卖得好的淡香精就会再加一个香精就会出现了。对，香精。所以你只要看到如果品牌还有出香精的，基本上应该是那个味道，就是一个很畅销的。就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就下面多了一行字。下面多了一行字。长得也是一样了哈，平时只是这边字体这里多一个这个。对。Mile Smi， 好像是这样念。没关系啊，没关系，大家应该。那是因为英文不是很好。原版其实味道非常非常好，但原版稍微，我想任何人闻到都是会有一点惊喜。因为它就是香槟加玫瑰，但是它的缺点就持香时间真的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就是它这一瓶可以补足它这一点。对，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其实刚有试了哈，我们再来补一下。有一点，可以。哇谢谢。正好太阳也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清爽吧，清爽。等一下，茶叶包喷了。哇，要闻这支吗？我们来问问现场的朋友。You want try this one？ 你要试这一支吗？但是你给他试这支，我们目前也买不到了耶。先试试看，因为这支等很久，然后许愿来打就出完了。对。那我们后续这支比较中性偏女孩子啊，它有那种青春洋溢，然后带着一点小性感的味道。你说这一支吗？对，目前这支。对。那你觉得它跟之前那一支淡香精一般版本的有差吗？闻起来。淡香精的版本，它一喷下去，那个气泡感会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因为它可能比较香精浓度比较高了，木质调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还是带有气泡感，但是就没有这么多的像淡香精这么多的气泡感了。但是因为我也有买原版了，所以我觉得我是希望它的持香时间能够有大幅度的进步，对，成长啊跟进步啦。因为这个牌子我就买了2支吧，一支血色之木是我自己用的，因为它是红酒加木质调，对，红酒木桶的感觉。对，那这个其实我是买给太太喷的，那她也很喜欢这一支。贵太太喷的玩香水吗？您好多香水都是买给对，不管他要不要，我都要买的。你应该是自己根本就想买吧？对，有点自肥，然后把它送他这样子。对，不管他喷不喷，对吧？我都觉得，其实也可以自己用。我觉得这支其实男生应该也可以。也可以啦。但是我还是比较血色之木，因为血色之木稍微成熟一点啦。那这个真的比较年轻一点，偏女生一点点的感觉。它前面就是香槟嘛，然后那个梨，但是它没有原版这么甜了，就是甜度稍微有向下修正一点点。对，而且我觉得它这支香精，它的各个香味都有加强。对，就是你说果香啊，然后带一点花香玫瑰的气息，跟它木质，我觉得它每一个味道其实都有加强。
然后刚刚像豪哥讲说，它的那个气泡感的确没有那么轻盈，我觉得这支还是有，只是它的感觉因为多加了很多木质嘛，所以跟第一支的那种气泡噗噗噗那种不太一样，那是再更轻盈一点。对，但是因为相对一样，就是它会就是那样子，所以它的持香就没有这么尽如人意啊。那这个它还是保有在原有的基础上去做一个优化啦，去做一个优化。对，所以你可以闻得到它还是一支玫瑰香槟，但是我相信持香会好很多，那也更往中性偏一点点，我觉得男孩子也是可以用的。对，男孩子也是可以用的。这支很棒好闻，这支真的是还不错。对，那我们前调就介绍到这里了。那我们待会等一下再来看看它后面。因为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这个玫瑰香槟这个产品啊，他们只是要听一下跟原版的差异在哪里啦。跟原版差异。那我们等一下让它走一下，再来介绍后调咯。好，拜拜，拜拜。好，后调回来了。来，玫瑰香槟10周年纪念版，我觉得没有变化太多呢哈。对，但是它的表示它很持香。对，对。所以因为淡香精版本其实已经出很久了啦。其实你说那有些人应该喷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味道，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再买一支这个，然后。我必须要说，这个味道有一点像我们的 BTV 啊 ，BTV 是什么？博迪西亚博迪西亚有一个12生肖的金牛座，这会跟它这个味道有一点类似，但是但是博迪西亚的金牛座可能要4万8，但是你可能是要10倍价钱。不止了，对，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我们中间呢闻了很多支乌木。没错的，对。然后现在闻这支，它味道还在，对，不会说还是清晰可见，不会说就闻不到这样，所以表示它是真的蛮强的。所以你以前可能在淡香精的时候，你还要用分装瓶带出去，然后补喷，但是现在可以一次到位了。然后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优化，所以你如果喜欢。玫瑰香槟的这个味道，它的轻盈，非常适合夏天的感觉。然后原版也喷的差不多了，或是你觉得它持香不是很好，还有改进的空间，你就可以试试看这支10周年版本，是另外一个好的选择。对，它还是保持原版的轻盈，但是在持香度上更久一点，这样子更久很多，应该久很多了。好。那这样子应该任何场合都可以了。这是一定的，一定的，对，一定的。你可以限制场合，它没有工作啦，或是休闲，当然休闲可能会，我觉得会稍微适合一点，更适合一些。对，因为它那个香槟感嘛，带给人一种欢愉的感觉，开心、庆祝的感觉。对，那。男女这一次因为多加了一点木质调，它就更像中性的部分去做一个摆正，然后摆正，就不会说因为它是玫瑰就那个。其实我们喜欢沙龙香的朋友也很多，男生是喜欢玫瑰香调的，对不对？就是带木质多一点的，其实都很能接受。对，它不要太粉啦。其实一般我们比较介意大概就是那个粉啦，粉的感觉。对，好，那。季节也用了，季节也已经说了，它非常适合春夏食用，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朝气的味道哈，比较欢愉的味道。对，那晚上可能比白天要再适合一点点，对，因为它持香又很好。这支来说，对，对。然然后总分，对，来，敖哥先，我先了哈，来，我给他9.5分啊，9.5分，对。您的标准9.5是高分的吗？没有，因为其实原版我有喷过，因为真的一下子就没味道，因为天气热的时候，真的，一下大概对，很快速，对，很快速，它的味道就不见了。那这个我觉得从刚刚喷到现在，它的味道都还清晰可见，但是我就很喜欢。它因为幻想之水，我很久以前就已经买了，但是后面都一直没有再买。那这是你就
幻想，我可能有3年喽，2支对，是就你刚说的那个。对，我真的就只买2支幻想之水，就是血色之墓跟这一支玫瑰香槟，然后其他我就都没有买过了。他们的这个品牌的其实很多支。都还蛮不错的啊，对，然后也有一些是茶香类的，也都蛮棒的。然后酒香啦，还有酒香，对。喜欢的其实梅子都会蛮喜欢的。对，然后我这么多年，大概3年过去了，我又买了这个幻想之水，那我都觉得还蛮满意的。那这支其实自用也可以送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好不好？好，你是送人兼自用。对，送人中间，就算他对，不喜欢你也可以。对，他们又不喜欢啦，因为原本他就很喜欢。对啊，对 ，OK。好，那我们今天玫瑰香槟10周年纪念版就介绍到这里喽。对，下一支见喽，拜拜，拜拜，谢谢豪哥。